持续更新有关于金华城容积率案今天早上的最新司法进度。就在刚刚呢，廉政署人员已经到达了柯文哲位于金山南路的2段住家来进行搜索。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有合理的理由，要来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，还有我个人的住家跟办公室，他们要说明。好，就这样。在楼上待了4个小时，他们有讲。从30号一大早住家遭搜索，接着去廉政署，再到北检复讯，实在受不了19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讯问，表明拒绝夜间侦讯要离开，被检察官当庭逮捕。检辩攻防战也正式开打。昨天柯文哲先生移送台北地检的时候，检察官讯问的问题都是关于木可公司跟政治现金的问题，但是检察官讯问完之后，因为柯文哲主席表示他拒绝夜间询问，所以检察官就当庭预知逮捕。那检察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涉犯金华城图利罪嫌，预知逮捕。也就是说，检察官是问 A 案，但是用 B 案进行逮捕。就会涉及到是不是拿了别人的汇款，然后去依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一个图利这个厂商的事情，就会直接转成到7年以上的贪污治罪条例。他的夫人陈佩琪向小草们说出没有什么700万，是170万。今天还会再去背这个是我吗？对啊，当然不是。那怎么看下用报税的700万不补给？你会相信？部长会拿4000万，市长拿700万的钱。外传检方是掌握了柯文哲还有陈佩琪夫妻身上有100万的不明金流。《镜周刊》独家报道，因为柯文哲有700万现金流，涉及财产来源不明。专案小组发现，陈佩琪曾多次拿大笔现金到 ATM 提款机存款，但柯文哲被问时，竟交代不出钱从哪来，回称不知道。他们找不到不明的金流，竟然找往生者来罗织罪名，说陈佩琪的母亲已经过世了，所以留下了一些钱。我要告诉大家事实，所谓现在检方要对的金流，要兜拢的数字，竟然来自于柯文哲的岳父，他已故的岳父，还有他的岳母。错误的资料，人家的爸爸往生了，人家的妈妈还在，说成是亡母，说成是不明财产，这叫当事人情何以堪？诈骗集团的车手也都是用 ATM 哈，大概有4、5亿总那个汇款啊，店小薇拿1成，差不多对。那4、5亿从哪里出来？是从鼎越啊这种金华城的子公司，大家凑钱。那最后阿贝，我认为我以我的老江湖的，如果给他钱，大概在5亿里面的3、4亿是阿贝的钱啊。